7月7日这天，威廉用一场同城不见面的冷遇，彻底敲碎了哈里的王室回归梦。同一天，同一座伦敦城，相隔仅12英里，威廉和哈里愣是连一面都没见。这不是形成撞期的巧合，而是温莎两兄弟持续4年的无声决裂，终于明明白白摆到了全世界面前。一边是威廉在西伦敦的校园里跟孩子玩闹，笑着接下给3个孩子的吉祥物礼物，松弛又自在，未来国王的气场越来越稳。一边是哈里在市中心强撑笑脸出席论坛，刚收到97项指控全书的败诉消息，背上近1000万英镑的天价账单，连白金汉宫的门都没摸着。12英里，开车不过半小时，对普通兄弟来说就是一通电话约顿午饭的距离。可对这对曾经相依为命的王室兄弟来说，这短短一段路已经成了跨不过去的天堑。没有争吵，没有对峙，连一句隔空问候都没有。这种绝对的沉默，比任何公开撕破脸都更伤人。7月7号这天，哈里开启了反应后的第一场正式行程，去查塔姆研究所参加不可征服运动会基金会的会议。当天，他穿了身深色西装，配酒红黑拼色领带，对着镜头挥手笑，看起来状态不错，仿佛完全没受之前住宿被拒、安保被驳回的影响。可没人比他自己清楚，这天有多难熬。活动开始前，他刚收到伦敦高等法院的终审判决，起诉《每日邮报》母公司非法窃听的97项指控全部驳回，全盘败诉。这场打了4年、索赔5000万英镑的官司，他输得干干净净，后续还要分摊6700万英镑的总诉讼费，哪怕和其他6位原告平摊，落到他头上的也是近1000万英镑的天价账单。强撑着开完会，做完演讲，他脸上的笑有多勉强，在场的记者都看得出来。没人提官司的事，可所有人都知道，这趟反应的开局已经跌到了谷底。就在同一个时间点，他的亲哥哥威廉王子正在西伦敦汉威尔的伦敦威尔士学校出席公务。作为威尔士亲王，他专程来给出征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的威尔士队送祝福，穿了件休闲棕色西装，衬衫最上面2颗扣子都解开，整个人放松得很。现场，他跟孩子们一起玩草坪滚球，还跟运动会吉祥物芬妮碰拳互动，逗得全场师生笑个不停。临走的时候，学校送了他3只芬妮毛绒玩具，专门给乔治、夏洛特和路易3兄妹，还有一条官方格纹领带和全队 T 恤。他笑着收下，全程状态轻松，半句没提正在伦敦的弟弟。2场活动直线距离12英里，算上堵车车程也就40分钟。别说亲兄弟，就算是普通同事，同在一座城市，打个招呼问声好都是常理。可威廉没有，哈里也没有，2个人各干各的，行程没有任何交集，连通过第三方传句问候的迹象都没有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算下来，兄弟俩已经快4年没有过真正的私人沟通。王室内部的消息人士早就透露，威廉对哈里的态度早就从当初的愤怒变成了现在彻底的冷漠疏远，甚至连联系方式都拉黑了。不用吵架，不用对峙，直接从人生里剔除，就是最明确的态度。很多人看到如今的局面，都忍不住想起20多年前戴安娜王妃葬礼上的画面。1997年，戴安娜在巴黎车祸离世，15岁的威廉和12岁的哈里手牵着手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，2个孩子低着头，全程靠彼此撑着走完那段路。当时王室本来考虑到哈里年纪小，想让他不用走完全程，可哈里执意要跟哥哥站在一起，说要是换作是我，威廉也绝不会让我一个人面对。那时候威廉是哥哥，也是哈里唯一的依靠。哈里说过，全世界都可以不信他，哥哥永远不会骗他。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，这对兄弟会是一辈子的战友，一个未来当国王守江山，一个做最靠谱的弟弟护着哥哥，是王室里最稳固的搭档。没人能想到，不过短短8年时间，曾经并肩的2个人，会走到今天同在一座城却不愿相见的地步。很多人觉得威廉太绝情，毕竟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何至于此？可往深了扒就会明白，这不是兄弟间闹别扭的小事，是立场、底线、信任全部崩塌后的必然结果。
更是未来国王对王室制度的一次明确表态。你要是觉得威廉只是记仇备胎里的那点爆料，就把这位未来王储想得太简单了。他的冷漠，一半是私人恩怨的底线，一半是王储身份的职责，公私两层账，算得明明白白。先算私人账，这些年哈里和梅根做的事，早就把兄弟情分耗得一干二净。2021年奥普拉专访，梅根张嘴就暗示王室有人歧视阿奇肤色，把整个王室钉在种族歧视的耻辱柱上。凯特还被安上了欺负梅根，把她逼哭的骂名。后来真相爆出来，哭的人是凯特，梅根反而把锅全扣在了未来王后身上。威廉是什么人？出了名的护妻护家，你骂他可以，碰他老婆孩子绝对不行。真正把最后一点情分碾碎的是2023年那本备胎自传。哈里在书里把王室隐私扒了个底朝天，连兄弟俩的私人冲突都写得明明白白，说威廉跑到肯辛顿宫骂梅根难相处，粗鲁粗暴，还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推倒在地，扯断了项链，说当年自己穿纳粹军装去派对是威廉和凯特一起出的主意，俩人看着他穿还笑得直不起腰，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挨骂。这些内容一出来，全球轰动。白金汉宫从头到尾没回应，可威廉的态度摆在那，你把私下的兄弟矛盾、家里的关起门说的话写成书卖了600多万册，拿家人的隐私换钱，这就不是兄弟间的摩擦，是背叛。更别说书里连凯特怀孕孕吐、私下拌嘴这些闺房私事都拿出来调侃，字字句句都在踩威廉的底线。对威廉来说，哈里可以跟他闹，可以跟他吵，可伤害他的妻子、消费他的家人，这笔账根本没法算。再算公账，威廉是威尔士亲王，是未来的英国国王，他这辈子的核心任务就是守护王室制度，维护君主制稳定。现在他跟着查尔斯推进精简王室，核心就是剔除不负责任、消耗王室形象的边缘成员，把资源集中在核心履职的人身上。安德鲁是第一个，深陷丑闻直接被踢出核心，连皇家别墅都收了回去。哈里就是第二个，主动退出王室公职，还一次次爆料王室，消耗王室公信力，本来就是精简名单上的重点对象。如果威廉这个时候松口，跟哈里见面和解，等于释放什么信号？等于告诉所有人，哪怕你退出王室，爆料家人，砸王室的牌子，只要闹一闹，卖卖惨，就能回来享受特权。那王室的规矩还要不要？以后旁支成员有样学样，都跟着闹怎么办？他不能开这个口子。作为未来君主，他必须守住制度的底线，哪怕背上绝情的骂名，也不能拿王室的存续开玩笑。所以他选择最干脆的方式，不接触，不回应，不同框。你回你的英国，我做我的公务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互不打扰。不是小气，是身为王储的必然选择。这次7月7号的同城不同框，哪里是形成撞期的巧合，就是威廉最明确的表态。4年没私下沟通，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，从最开始的愤怒到如今的冷漠。这位准王储用最无声的方式，给整个王室立下了铁规矩，背叛过核心圈层的人，永远别想再踏回来。他甚至不用多说一句话，只要照常出席活动，跟孩子笑着互动，舆论自然会把两兄弟放在一起比。一个沉稳靠谱，守护王室；一个官司缠身，反复折腾，高低立现，这才是最高段位的回应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就把立场摆得清清楚楚。反观哈里这边，这趟反应打的算盘，可比单纯办运动会要精明得多。他嘴上说回来是为了不可征服运动会倒计时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公益是幌子，找王室要背书，给自己找退路才是真的。现在他的处境有多难？官司接连败诉，安保官司输了，隐私官司也输了，光诉讼费就欠了上千万英镑，商业版图全线崩盘。Netflix 的节目被砍 ，Spotify 的播客合约黄了，梅根的 Acer 品牌压了几十万份库存卖不动，连演讲报价都从100万美元跌到几万美金，还没多少人请。戴安娜留下的遗产看着多，可架不住坐吃山空。
加州豪宅的房贷，每年几百万美元的私人安保费，10几个工作人员的薪资，2个孩子的贵族学费，哪一样都是吞金兽。有王室专家算过，按现在的烧钱速度，最多5、6年，他手里的现金就撑不住现在的奢华生活了。商业上走不通，他就只能回头啃王室这棵老树。毕竟他所有的名气、流量、商业价值，从头到尾都绑定着英国王子这个身份。只要能拿到王室的官方认可，跟查尔斯同个框，跟威廉象征性和解，他的身价立马就能涨回来，品牌、代言、节目合作都会跟着回暖。所以他才策划了这趟全家返英的行程，先放风说要带阿奇和莉莉贝特回来见爷爷，打祖孙亲情牌，逼查尔斯心软，再放话想跟威廉修复关系，打兄弟情怀牌，博舆论同情。要是能拍到一张祖孙同堂、兄弟握手的照片，拿回去剪进纪录片，配在通稿里，王室和解浪子回头的人设一立，几百万美元的商业价值立马就回来了。王室专家理查德·菲茨威廉姆斯直接把话挑明了，哈里梅根精心策划这趟行程，要的就是那张跟国王同框的前景照片。只要查尔斯能出席不可征服运动会的活动，这张照片就是妥妥的商业金矿，够他们吃好几年。为了让查尔斯松口，他返英前特意托了卡米拉身边的熟人递话，说想私下进宫见父亲一面，不用公开，就父子俩聊聊天。可查尔斯那边只回了一句公务繁忙，行程早已排满，连见面的时间都没给。倒不是查尔斯真的抽不出半小时，是他怕这次私下见面的内容转头就被写进新的回忆录，剪进下一部纪录片，最后又变成王室的公关灾难。吃过太多次亏，再软的心也长出了防备。连他最看重的不可征服运动会，这次的境况也大不如前。合作多年的顶级金主波音公司直接官宣终止所有赞助，撤回全部资金，企业态度直白又现实。哈里、梅根常年层出不穷的负面争议，已经严重拖累品牌形象。目前2027年伯明翰站的赛事资金缺口接近2000万英镑，仅剩德勤、ECCO 等几家老合作方提供技术支持，现金赞助远远达不到预期。有内部工作人员透露，这次倒计时活动的预算砍了又砍，原本计划的盛大晚宴改成了小型闭门会议，连媒体邀约都少了一大半。哈里本来想借着回英国的机会拉一波王室情怀救场，结果王室全程不接茬，连个祝福视频都没发，最后只能自己硬撑着开完会，场面冷清的厉害。只可惜算盘打得再响，王室根本不接招，查尔斯连面都没见，别说出席运动会了，连白金汉宫的住宿都给收了回去，就留了句后勤来不及的体面话。威廉更干脆，全程零互动，连个眼神都不给。他想打亲情牌，可王室早就不吃这套了。更尴尬的是，他本来想借着运动会维持自己公益王子的正面形象，抵消官司败诉的负面影响，结果当天所有的头条全是哈里官司全输，威廉无视弟弟反英，他的运动会活动连个热搜前几名都没挤进去。他以为自己回来是主角，结果发现王室根本没把他的行程当回事，核心成员该干嘛干嘛，公务排得满满当当，没人围着他转，也没人在意他回不回来。这种被彻底边缘化的感觉，比当面骂他还难受。他也不是没努力过，返英前他疯狂给威廉打电话，发长短信，说想修复关系，说爸爸身体不好，一家人该坐下来聊聊。可威廉一个都没接，一条都没回。他又通过朋友放话，说暑假想带孩子回来跟查尔斯共度家庭时光，可王室那边半点回应都没有，只有专家一句真心见面就私下说，别通过媒体喊话，直接把他的小心思点破。说白了，他的求和从来都不是真心悔悟，是走投无路的自救。商业崩盘，口碑下跌，官司缠身，王室是他手里最后一张能打的牌，也是最后的退路。可他忘了，信任这东西消耗完了，就再也补不回来了。更值得琢磨的是，整个王室的态度简直是心照不宣的统一战线，用一场集体冷处理，把哈里的存在感降到了最低。查尔斯的态度转变最明显。前几年有人问起哈里，
他还会红着眼眶说：“我仍然爱着我的儿子。”总留着一丝父子情分，给行宫，同意见面，一次次给台阶。可这次呢，连公开提都没提过哈里反映的事，住宿邀请说收回就收回，半分犹豫都没有。王室专家说的直白，国王已经彻底失去耐心了，不愿意再被哈里牵着鼻子走。这些年哈里反复无常，今天说和解，明天说爆料，朝令夕改的行程，没完没了的爆料，早就把王室上下折腾得疲惫不堪。查尔斯再心软，也是一国之君，不可能任由儿子一次次把王室架在火上烤。最有深意的还是白金汉宫的操作。就在哈里败诉的消息传出来几个小时后，王室官方 Instagram 发了一条卡米拉的动态。王后去阿什当森林参加小熊维尼100周年活动，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耍，还揭幕了女王步道。配文引用了小熊维尼的经典语录，满屏都是岁月静好的治愈感。时间点卡得严丝合缝，内容跟哈里的官司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可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意思。我们这里安稳温馨，秩序井然，外面的纷纷扰扰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不接茬，不回应，不蹭这个热度，用最温柔的内容，递最冰冷的态度。你想靠官司，靠王室话题博流量，我们偏不配合，连一个眼神都不给，直接把你隔绝在王室的叙事之外。旁支亲戚的态度就更明显了。6月份，安妮公主的儿子彼得·菲利普斯办婚礼，整个王室的亲戚几乎都到了，唯独没请哈里，连安德鲁都因为丑闻没受邀，等于直接把哈里和王室负资产安德鲁放在了同一个层级。还有扎拉，当年跟哈里玩的最好的表姐，现在早就断了联系，家庭聚会、王室活动从来没提过她。连最没利益冲突的旁支亲戚都纷纷划清界限，可想而知，哈里在王室圈子里早就成了避之不及的存在。这不是某一个人的态度，是整个温莎家族的共识。哈里可以是国王的儿子，可以是王子，但他不再是王室核心圈层的自己人了。他的事，王室不掺和，不回应，不负责，他过得好与不好，都跟王室没关系。这种集体性的沉默和切割，比任何公开指责都更伤人，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他，你自己选的路就自己走下去，别再想着回头蹭王室的光了。YouGov 2026年第一季度的民调也印证了这种差距，威廉的民众正面支持率稳定在 74%， 凯特更是高达 75%， 常年霸占王室受欢迎榜单前2位，而哈里的正面支持率已经跌到 25%， 梅根仅有 19%。仅比深陷性丑闻的安德鲁王子高一点。超过60%的英国受访者认为，哈里不该再保留苏塞克斯公爵头衔，应该彻底退出王室体系。就连戴安娜王妃生前的传记作家安德鲁·莫顿都公开感慨，戴安娜要是看到2个儿子今天的局面，一定会心碎。他透露，戴安娜她一直盼着兄弟俩能互相扶持，一个守江山，一个做依靠。可现在2个孩子走成了2条完全相反的路，连最基本的联系都没了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凯特的角色，她的分寸感永远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凯特私下确实劝过威廉，说别把关系闹得太僵，尽量给哈里留一扇门，别等以后后悔。他毕竟是兄弟俩之间曾经的调停人，性格又温和周全，不想看着2兄弟彻底闹掰。可她从来不会逼威廉做决定，更不会私下跟哈里联系，越过丈夫做任何事。她的劝是站在妻子和嫂子的角度，给丈夫留退路，但她的底线永远跟威廉站在一起。毕竟哈里在书里，在采访里，对她的诋毁也不少。孕吐被调侃，被安上欺负梅根的骂名，换谁心里都有疙瘩。她大度顾全大局，不代表她没脾气。他劝威廉留余地，是王室未来王后的格局，但他坚定站在威廉这边，是妻子的本分。这就是凯特的高段位，永远温和，永远有分寸，既不落下刻薄嫂子的画饼，又牢牢守住夫妻和王室的底线。软手段里藏着硬立场，比硬碰硬的对峙高明得多。说到这里，整件事的内核已经很清楚了。12英里的物理距离从来都不是问题，人心的距离才是真正跨不过的鸿沟。
曾经戴安娜走的时候，两个10几岁的男孩相依为命。威廉说会一辈子保护弟弟，哈里说会永远做哥哥最忠诚的后盾。那时候没人想到，曾经最亲密的兄弟会走到今天形同陌路的地步。可立场不一样了，人生轨道不一样了，决裂就是迟早的事。威廉要扛起整个王室的未来，守规矩、重传承、稳民心是他的宿命。哈里选了自由和流量，要变现，要自我，要摆脱王室束缚，是他的选择。两条完全相反的路，注定没法并肩走下去。温莎家族传承700多年，见过太多父子反目、兄弟阋墙，最后能稳住局面的，永远是守住规矩、扛起责任的人。威廉走的是历代国王都在走的老路，负重前行，守护制度。哈里选了一条没人走过的新路，跌跌撞撞，得失自知。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选择不同，代价不同。只是可惜了戴安娜留下的这段兄弟情，最后还是败给了身份、利益和猜忌，成了王室又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。以后两兄弟说不定还会同框，还会在王室的重大活动上见面，可那种彼此依靠的真心早就没了。12英里的距离很近，人心的距离很远。曾经并肩的少年，终究是走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。你觉得哈里这次的低头是真心悔悟，还是迫于现实的自救？如果你是威廉，面对这样的弟弟，你会选择原谅，还是继续切割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